乌军在库尔斯克发起反攻，俄军战线一日溃败5公里，自己的导弹自己吃，俄军洲际导弹在发射时爆炸，无车可用，骡子被迫充当俄军载具。伊朗打造无人机航母，乌官方证实已接受第一批幻影2000和第3批 F-16。2025年2月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发动了新一轮机械化进攻，取得显著战果。目前的视频证据显示，乌克兰部队在苏贾东南的马赫诺夫卡以西地区取得了重要进展。他们沿着 38K028 苏贾奥博扬公路向西南推进，成功占领了科尔马科夫和法纳谢耶夫卡等关键地点。这些行动有效地削弱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防御能力，为乌克兰后续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基础。俄罗斯国防部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行动持续，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其中包括了2支机械化营的装甲部队，而且俄罗斯军队成功击退了这些攻击。尽管俄罗斯军方对部分地区的控制提出了异议，但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视频画面，俄罗斯确实在部分地区遭遇了乌军的强力打击，失去了对切尔卡斯卡亚、科诺佩尔卡的控制。有军事分析人士表示，乌军在这次进攻中的装备和战术配合相当高效，特别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乌军依然保持了精准打击，利用无人机和武装部队的协同作战，成功打击了敌方的关键目标。这一系列精确打击让俄罗斯部队在多个方向遭遇了强烈反击。同时，俄罗斯军事博客还指出，乌克兰部队在进攻中使用了先进的扫雷设备和坦克回收车，这表明乌克兰方面在战术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准备，企图通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进一步压制俄罗斯的防线。事实上，乌军在这次进攻中使用的装备呢，有美国捐赠的 M1150攻破者车辆和德国制造的装甲回收车，都展现出了乌克兰部队对现代化装备的有效运用。对于这次进攻的最终目标，虽然目前仍不明确，但有分析认为，乌克兰的这一进攻可能是一次牵制性的军事行动，旨在从多个方向对俄罗斯军队形成压力，迫使其分散兵力，从而为未来的战略部署创造有利条件。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提到，这一进攻可能是为了吸引俄罗斯从其他战线调动更多兵力，以减轻其他地区的压力。而在战术层面，乌克兰军队的战术调整和协同作战能力正让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乌克兰军队的这次进攻标志着他们在库尔斯克的防线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且乌军也已经打破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防御态势，尤其是在前线指挥、装备调度和部队协作上。乌克兰军队的表现无疑凸显了他们在这场持续的战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此前曾表示，库尔斯克的战斗对于保卫乌克兰的土地和人民至关重要，侵略者和罪犯必须在他们自己的家园受到反击。他强调，我们必须在敌人自己的土地上与他们对抗，这不仅仅是正义，更是保护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安全。随着乌克兰部队在库尔斯克的持续进攻，局势逐渐趋于复杂。乌军的进攻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分散其兵力，在多个战线上应对来自乌克兰的压力。这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场战略上的消耗战，而在接下来几天里，俄罗斯能否有效地挽回局势，仍然充满变数。2025年2月6号，据福布斯报道，俄罗斯在当天清晨再次发射了一枚针数弹道导弹，然而这枚导弹并未成功地抵达目标区域乌克兰基辅，而是在俄境内发生了爆炸。去年11月21号，俄罗斯首次发射针数，该导弹当时对乌克兰东部城市第聂伯罗造成了建筑损坏和人员伤亡。这款导弹呢，是俄罗斯 RS-26 导弹的一个变体，重达40吨，采用固体燃料，配备6个子弹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首次打击后不久宣布了其名称是针数。在首次发射1周后，普京曾威胁将发射更多的针数导弹，并明确表示会对基辅的决策中心。然而这次发射的第2枚针数却出现了故障。据乌克兰战地记者基里尔·萨佐诺夫称，该导弹飞行距离并不远，最终在俄境内爆炸。
针术导弹的可靠性呢一直备受质疑，其本质上是减少了燃料射程缩短的 RS-26， 而 RS-26 导弹的首次测试就是以失败告终的。2011年的测试中，原型火箭偏离轨道，在距离发射场仅几公里的地方爆炸了。如今，这枚未能成功抵达目标的针术导弹，不仅没能对基辅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反而让俄罗斯的恐吓计划大打折扣。有网友调侃道：“俄军太久不发军饷，已经变成小馋猫了，自己的导弹不能给别人吃。”除了自产自用的导弹，俄军最近的幽默段子还是不少的。比如，俄罗斯国防部因前线装备损失严重，开始向前线部队提供驴子了，以代替常规运输方式，运送弹药、补给，甚至协助部队跨越战区调动。一名士兵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获得了一头驴子的经历，表示就接受这个事实吧。不要问在哪里、为什么或者如何，我不知道。但实事求是的是，他们给了我们配了一条驴子。他进一步描述道：“驴子和支援部队一起驻扎，我们的运输有问题，卡车被损坏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一头驴子来运送弹药，一头真实存在的活驴。”事实上，这不是个例。由于大量的装备损失，其他报告显示，某些部队已经收到了多只驴子，用于类似的目的。然而，面对如此窘迫的局面，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员却认为，使用驴子具有许多优势。例如，可以在战区无声行动。俄军在过去1年内呢，就损失了超过3000辆装甲战车。到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损失的装备已经接近8800件。面对如此巨大的装备损失和作战能力下降，俄罗斯军队被迫采取了非常规手段，以维持作战效能。从去年就有新闻报道，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频繁地使用民用拉达汽车，进行近乎自杀式的攻击。基辅邮报指出，由于装甲车辆短缺，俄军部队开始使用摩托车、4轮摩托、越野车、改装民用卡车，甚至普通民用车进行突击。近日，法国和荷兰官方相继确认，乌克兰已经成功接受了首批幻影2000 5F 战斗机以及第3批的 F-16，这标志着乌克兰空军获得的第2款西方战机，进一步增强了其空中作战能力。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官方声明，首批由法国援助的幻影2000 5F 战机已在2月6号交付，同时荷兰方面也确认 F-16AB 型战机已经抵达乌克兰。这2项消息呢，得到了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努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确认，显示出乌克兰在国际军事援助上的新进展。幻影2000 5F 战机经过法国改装后，具备了对空对地打击能力，能够发射米卡空导弹以及斯卡普翼击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根据法国国防部的介绍，这些战机的交付将显著提升乌克兰制空能力，保障地面部队的安全。与此同时，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斯曼斯在与乌克兰国防部长的会晤中强调，荷兰承诺的24架 F-16战机将在2025年内交付，此外还包括无人机和弹药等其他军事援助。这些战机的到来将使乌克兰空军在面对俄军压力时，能够更有效地执行空中打击任务。2025年2月6号，伊朗在波斯湾举行了首艘无人机航母沙希德巴盖里号的服役仪式，该舰正式加入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这艘由商业集装箱船改装而来的舰艇旨在部署无人机、直升机和导弹系统，具备适合执行长期任务的航程和续航能力，预计将在关键海域执行任务。其入列是伊朗扩大海军行动和控制区域水域努力的一部分。沙希德巴盖里号排水量约41978吨，吃水深度11.7米，最高航速22节，经济巡航速度18节，可以连续在海上执行任务长达1年，作战半径达到22000海里。该舰配备有240米长的飞行甲板，用于发射和回收无人机、直升机以及快速攻击艇，最多可以搭载60架无人机和30具导弹发射器，还具备了电子战系统和集成情报、监视、目标捕获和攻击功能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信号情报单位，以增强侦察和威胁应对能力。此外，舰上还设有医院、
娱乐区和后勤支援设施，可以发射并且回收多达30艘快速攻击艇，并配备8个固定机库和4个移动机库，可以根据任务需求进行配置。沙希德巴盖里号装备了包括诺尔远程巡航导弹、近程防空系统、2门阿塞费20毫米火炮和1门位于舰首的30毫米火炮，还设有可以打击2000公里范围内目标的反舰导弹发射平台以及导弹防御系统。该舰可以支持多种型号的无人机，航空设施可以执行监视、目标捕获和攻击任务，并且配备飞机升降机以及180米长的跑道用于起降。沙希德巴盖里号的部署表明伊朗计划将其海军力量扩展到波斯湾以外的地区，预计将部署到阿曼湾、阿拉伯海，甚至可能前往印度洋。伊朗官员声称，该舰将有助于地区安全，并减少对外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其运输无人机和快速攻击艇的能力支持远程作战，而无人机和导弹部署能力使其成为伊朗海军资产的重要补充。整合了导弹发射艇、无人机和侦察功能，反映了伊朗持续关注不对称海军战略。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